拉希姆是一位崭露头角的说唱歌手，这份职业让他收获了金钱和掌声，但也带来了致命危险。He would always tell me, Mom, I'm not going to live to get 25. He would always tell me that. 然而，就是这样一句看似开玩笑的话，没想到竟一语成谶。Y'all see this? Look at this knife. Y'all see this? Y'all see how this? 一天的夜里，拉希姆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伤害。他顺手拿起手机拍下了自己受伤的模样，但没想到接下来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更没想到的是，事发经过竟然被手机完整的拍了下来。那么拉希姆究竟经历了什么？手机中又拍下了哪些内容？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乔治亚州里弗代尔，该市位于乔治亚州西北部，距离亚特兰大约12英里，常住人口约为15000人，是克莱顿县的一个城市，也是亚特兰大都会区的一部分。主人公拉希姆出生于1989年3月30日，他是乔治亚州本地人，成长在一个开放包容的家庭，很早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根据他的母亲描述，拉希姆在3岁时就能完整的哼唱歌曲，5岁时便开始参加音乐节目，甚至获得了阿波罗剧院登台表演的机会。正是这些经历让拉希姆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为他未来的星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时年23岁的拉希姆成为了一名音乐制作人。1年后的2013年，他不再满足于幕后工作，又以 Red Busy 作为艺名，成为了一名说唱歌手。然而，成为歌手并不等于成为明星，所以与大多数刚刚起步的 rapper 一样，拉希姆最初只能在夜店等娱乐场所驻唱。一方面，当时他没有足够的知名度，无法靠自己承接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夜店也是结交人脉的理想场所，尤其是他所在的说唱圈，没有引路人几乎很难有所发展。虽然尚不清楚拉希姆是否在夜店遇到了贵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狂热的粉丝，名叫希拉哈普。She went up like she wanted an autograph. He was like, Red Beezy, not only thank you for the autograph, but listen, can I ask you for a job? And he was like, what you do? And she was like, well, we do like promotion in the clubs. And she said, I would like to help promote your next event. 正如拉希姆的母亲所说，希拉接近拉希姆主要是想谋求一份工作，还有就是看中了拉希姆未来的潜质，想要通过与拉希姆交往，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拉希姆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仍然给了希拉接近的机会。原因也很简单，无非是为了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情。所以没过多久，拉希姆和希拉就从工作关系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但他们并不是情侣，只是生活中的伴侣。然而，拉希姆原以为自己可以对希拉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毕竟他有偶像光环，自认为这并不困难。于是在有了更好的选择后，拉希姆便减少了与希拉的联系，打算断绝这段关系。但是没想到，希拉并不是任人摆弄的角色，实际上他早就想好了退路。为了与拉希姆深度捆绑，希拉在一次约会期间偷偷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达成了怀孕的目的，并于2014年生下了拉希姆的女儿安吉拉。起初，拉希姆感到非常震惊，十分怀疑安吉拉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分开超过半年时间，并且也没有联想到希拉可能会偷偷怀孕。直到后来，拉希姆带着安吉拉做了亲子鉴定，这才确定了自己就是安吉拉的亲生父亲。正因如此，拉希姆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很想抚养安吉拉，但是按照乔治亚州的法律，双方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孩子的抚养权通常归母亲所有。这就意味着拉希姆想要抚养孩子只有2种方式，要么与希拉结婚，要么劝说希拉放弃孩子。但另一方面，拉希姆并不想迎娶希拉，而希拉也不想放弃孩子，所以无奈之下，拉希姆想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在不改变现状的前提下，让希拉带着安吉拉搬到自己的住所。
接下来的4年里，拉希姆和希拉过上了相当奇葩的生活。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夫妻，因为有共同的孩子，而且每天同吃同住，但是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因为原则上他们属于独立的个体，可以自由支配各自的生活。所以拉希姆有时会邀请异性回家过夜，完全不考虑希拉的感受。然而这种相处方式显然存在隐患，尤其是他们的想法不同，生活中难免会发生摩擦。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悲剧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无心之举无意间记录了事发的整个经过。2017年12月29日晚上10点50分，克莱顿县警察局接到了拉希姆邻居的报警电话。这位邻居表示，刚刚拉希姆家传出了几声枪响，不久后希拉便带着女儿跑到了他家求助。虽然这位邻居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确定希拉受到了严重伤害，她的胳膊和大腿一直在不停流血，意识已经不太清楚，急需医护人员的帮助。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赶到报警人的住所。当时希拉正躺在沙发上低声哀叫，她的状况确实非常糟糕，鲜血已经浸透衣服，胳膊和双腿均有多处刀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处伤口甚至从小腿延伸到了臀部。见到希拉的伤势如此严重，警方只能暂时放弃询问，转而通过报警的邻居了解相关情况。在此期间，希拉和女儿均被送往了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而邻居也补充了一些报警时没有提到的信息，也就是希拉和拉希姆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有希拉在来他家求助时携带了一把造型独特的手枪。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警方第一反应是希拉可能与拉希姆发生了冲突，于是立即来到了两人的住处。果不其然，他们确实发现了相关迹象。首先，住所门口的地板上遍布血迹，这表明希拉是在家中逃离后前往了邻居家求助。其次，警方在浴室和走廊之间发现了拉希姆的尸体，他的死因确定为枪击，身上有7处枪伤和3处刀伤，尸体旁边遗留了7枚手枪弹壳。从弹壳的数量和口径来看，凶器应该是希拉留在邻居家的那把手枪。此外，警方还在靠近尸体的浴室发现了拉希姆的手机和一把匕首，又在客厅的沙发下面找到了另一部手机，也就是希拉的手机。根据现有情况，警方基本认定本案是一起家庭纠纷，但具体的经过还需要等待希拉意识完全清楚后才能进一步确认。原因主要是出于对证词准确性和有效性的考虑，警方不希望承担任何不必要的风险，更不想给希拉留下撤销证词的机会。因此直到案发第6天，警方才向希拉询问了案件情况。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happened? I don't remember how anything started. I remember cooking dinner and him drinking and him taking 3 Xanaxes because I asked him not to. And when he doesn't take anything, he's fine, he's happy. And he took it anyway, so I knew to be on guard. And meaning like not to upset him or anything like that because he was very abusive. 根据希拉所说，拉希姆平时有吸食违禁品和滥用处方药的习惯，一旦他沾上这些东西，脾气就会变得异常暴躁。尤其是那晚，他不仅服用了处方药，还吸食了违禁品，这就成为了导致事发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晚拉希姆的女性朋友爱丽丝来到了他们的住处，拉希姆感觉希拉在家有些碍事，故意做了一些刁难希拉的事情。I just remember cooking, and then he told me to go in the room because he had to take care of some business. And I remember seeing a girl sitting on the couch. 当时拉希姆和爱丽丝正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而希拉则在不远处的厨房烹饪晚餐。由于3人距离很近，拉希姆不想让希拉听到他们的谈话，于是便让希拉回到了卧室，并打开音箱播放了一首震耳欲聋的音乐。然而仅仅过去了10几分钟，拉希姆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由于音乐声音太大，正在卧室陪孩子玩耍的希拉并未听清拉希姆在说些什么，
所以他只是出门看了一眼，接着便又回到了卧室。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惹怒了拉希姆。He came in and he said something, and I said, I can't hear what you're saying. Your music is too loud, because he didn't want the girl to hear what he was saying. And then he hit me, and he slapped me, and he started punching me. And I remember crying out for help because the girl was still in my apartment, and he kept saying, shut the F up, shut the F up. And I kept saying, he's stabbing me, please help. And she got up off the couch and said, he said, I'm about to go and let或许是拉希姆感觉丢了面子，又或许是认为自己遭到了忽视。当他见到希拉没有反应后，立刻冲进卧室实施了暴力行为。在此期间，拉希姆的朋友爱丽丝悄悄离开了公寓，而希拉随身携带的防身匕首也从口袋中掉落，随后被拉希姆捡起，紧紧握在了手里。当时拉希姆的情绪异常激动，一直在愤怒地质问希拉，你是不是想要刺我？你是不是想要刺我？眼看冲突即将升级，希拉赶紧离开卧室，准备逃离公寓。但他刚走到门口，很快就被拉希姆按倒在地，接着便遭到了第二波袭击。由于这次拉希姆使用了匕首，希拉迫不得已只能奋力反击。他一边用手护住要害部位，一边用脚狠踹拉希姆的下体，结果无意间将拉希姆别在腰间的手枪踹到了地上。此时希拉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后果，恐惧和求生欲驱使他快速抓起手枪，迅速采取了反击，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他才带着女儿逃离了公寓。希拉的陈述基本上没有问题，警方确实在住所内发现了违禁品，并且现场的情况也与希拉的描述大致相同。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希拉没有解释，那就是拉希姆的身上为何会有刀伤。因为匕首来自希拉，他很有可能首先用匕首攻击了拉希姆，然后又遭到拉希姆的反击。如果是这种情况，希拉的自卫说法显然无法成立，于是警方进一步询问了这个问题。 There was an autopsy done, and there were stab wounds on him. But I didn't stab him. So could you explain to me where the stab wounds come from? He probably stabbed himself, but I didn't stab him. He probably stabbed I himself. didn't stab him. 希拉表示，他从未主动攻击过拉希姆，唯一的解释是拉希姆不小心伤到了自己，要么是在进攻时，要么是在遭到反击时。总之，这一切与希拉没有直接关系。警方对希拉的解释有些不太确定，但又无从核实，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的女儿安吉拉，而安吉拉只是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很难讲清楚事发经过。于是警方略过这一点，直接找到了拉希姆的朋友核实案发之前的情况，结果他们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事发经过。根据朋友爱丽丝所说，那晚他找拉希姆并不是为了购买违禁品，而是去听拉希姆最新创作的歌曲。但是希拉对爱丽丝的到来明显不太高兴，他甚至没有打招呼，扭头便回到了房间。见到气氛有些不对劲，爱丽丝也就没有过多停留。她在大约晚上10点30分离开了公寓，期间并未见到拉希姆和希拉争吵，更没有听到希拉所谓的求救。爱丽丝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很明显希拉没有如实交代，她所说的自卫很可能是为了逃避责任。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实发现了相关迹象。首先，希拉声称过去的4年里经常遭到拉希姆的虐待，但是他们并未找到希拉反映家暴的报警记录。其次，警方找到了一份希拉签署的抚养权转让协议，巧合的是，协议的生效时间就在下个月的月初，这让警方开始怀疑希拉可能因为不想离开拉希姆，从而实施了犯罪。于是为了了解两人的过往经历，警方找到了拉希姆的母亲杰拉丁。杰拉丁表示，拉希姆对希拉没有任何情感，两人之所以住在一起，只是拉希姆为了孩子无奈妥协的结果。正是这个原因，拉希姆在过去的4年里没少在希拉身上耗费心思，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最终在今年下半年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转让协议。但是协议还未生效，希拉很快又改变了主意。
起因是拉希姆即将开始全国巡演，希拉感觉他能赚到很多钱，所以这又勾起了希拉的原始欲望，也就是跟着拉希姆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希拉首先尝试了讨好拉希姆，发现没有作用后，转而又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例如，他会故意激怒拉希姆，试图制造家暴，掌握拉希姆的把柄，还有会通过网络爆料宣示自己的存在。总之，希拉在案发前的状况很不稳定，经常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所以为了防止遭到陷害，拉希姆养成了使用手机记录生活的习惯。尤其在与希拉发生争执时，他总会第一时间拿出手机记录。因此，杰拉丁认为本案的真相可能就隐藏在拉希姆的手机里。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申请相关手续，解锁了拉希姆的手机。结果真的在相册中发现了证据，而且是从头到尾十分完整的证据。Y'all see this? This what this bitch did to me? Look at this knife. Y'all see this? Y'all see how this that Sierra Hart did to me? 这段影像拍摄于冲突爆发后的初期阶段，拉希姆通过镜头展示了希拉对他造成的伤害和希拉所使用的武器。虽然并不清楚两人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明显看到，此时希拉并未出现在画面中，也就证明了他没有遇到危及生命的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杀死拉希姆。You have beat you, man, have tortured me, and all of the above. I don't give a what happens to you. 此时拉希姆已经中枪倒地，而希拉则捡起了他掉在地上的手机。时间就在拉希姆刚刚展示完伤口后不久。通过背景声音可以听到拉希姆正在求饶，但希拉却不打算放过他，一直在不停宣泄着自己的愤怒。And you abused me, you know that. You know that. And yeah, you mistreated me. They gonna lock you up for life. I don't care. I do not care. If I go to jail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do not care what happens to me because I loved you. 整个对峙过程持续了大约13分钟，期间拉希姆曾多次求饶，但均未阻止希拉继续开枪。在狠心拒绝了拉希姆见女儿最后一面的要求后，希拉结束了拉希姆的生命。2018年2月20日，案发2个月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希拉。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希拉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始终没有承认罪行。不过现有证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首先，希拉在案发时并未面临生命威胁，完全没有理由杀死拉希姆，这就否认了他的自卫辩解。其次，通过拉希姆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在枪击拉希姆时，希拉的裤子完好，腿部也没有受伤，这与他事后的伤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考虑到当时拉希姆已经中枪倒地，显然不可能再次伤害希拉，由此可以得出希拉身上的刀伤是他自己造成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自卫的假象，逃避责任。所以希拉既没有自卫，也不存在过度自卫或者冲动犯罪的可能性。本案完全是一起有针对性的报复。希拉的犯罪动机主要是出于嫉妒和不想离开拉希姆。2019年5月，案发1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时年29岁的希拉被判处6项伤害罪和1项谋杀罪，获刑125年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期待下次见。